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美股不断上涨，冲出新高，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形成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呢，在12月初的行情当中，重新启动了一轮行情，就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新的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那么这根阳线超出预期，同时呢，接近了美股的前高，那在这个位置附近呢，是一个比较有风险的区域。那在上周的美股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周三走出了一根阴线。那么有了这根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啊，注意看，这里是日线级别的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行情对于道指来说是有机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的。那这里的调整呢，是有机会发生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调整啊。原因就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随着外围市场美股调整的发生啊，这个发生是已经出现了的啊，所以呢，比特币啊，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没有涨出新高啊，在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震荡啊。那这轮震荡呢，我们看到在周线级别上是围绕着高点44000美金附近，这个高点呢也是21年4月到22年3月啊这个横盘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在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啊，所以呢。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到达44000美金附近之后，开始高位震荡。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降下来之后啊，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啊，这轮行情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对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12月11日8点的这根阴线做了完整的回补动作。回补完成之后，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呢，提前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那么我们看到焦点位在12月26日这个位置上，所以呢，焦点位是有一定吸引力作用的。那今天晚盘美股就很关键啊，如果美股能够继续下行啊，完成它日线级别的8节阴线，那么我们认为比特币也将有机会回踩到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附近，这个位置大概是在41000美金啊，在41000美金。但同时呢，我们回顾一下本轮比特币的行情，本轮是从1月初开始启动啊，从底部15476点开始启动上涨。月初的行情当中走出了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个位置上走出了悟空阳线、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啊。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到达4月10日啊这一天，走完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日线级别调整。然后在6月初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新的悟空阳线走了出来，调整到10月，这个悟空阳线受到的干扰性 K 线宣告走完。10月末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8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那么现在同步了美股走了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啊，目前处在周线级别新一轮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大的上涨周期已经开始。调整只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由于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做出了震荡和调整。那么目前来看，比特币仍然非常强势，那它的调整预期只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和目前4小时级别收敛三角形焦点位构成的吸引力作用。同时，在短线上也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啊，有可能对这个位置上发动4小时级别到达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的一个回踩过程，目标点位是在41000美金。那同时呢，我们认为以太坊还没有做出很好的表现，这里的一个标志性的 K 线就是在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了曾经的缓跌到急跌加速，急跌加速过程当中形成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这个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有周线下跌完成之后容易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但随即呢，这个悟空阳线被斩杀掉了。那么行情当中重新启动了一个悟空阳线，意味着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容易走出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目前正在这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有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成功完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意味着以太坊将会走出一轮领涨行情。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看
这个以太坊和 USDT 的这个价格虽然有一定涨幅，从底部到高点这轮行情涨了57%，但是以太坊一直处在于比特币相对于比特币落后的结构当中。那上方目标位呢，我认为是在$2900筹码密集区附近，目前完全没有走出来。同时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以太坊在这轮行情当中也已经完全走出了一个它的上涨细优，周线级别的上涨细优，有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目前新的一轮上涨依托于周线级别踩住了$2240，这个位置是周线级别1440均线附近，这个位置踩住的话是容易继续上行的，目标点位呢是在$2900。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目前正在对11号形成的大阴线做震荡修复整理。那么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目前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在4小时级别上依托于支撑位是200日的均线4小时级别200日的均线，底部呢形成了一个相对平缓的一个底边线，上部呢是向下压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焦点呢，要到来年1月份才能到达那在1月份到达之前，到近焦点附近呢，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所以呢，耐心等待以太坊震荡完毕之后，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做出领涨的。本轮行情最耀眼的明星是 SOL 这是我在7月份会员频道在7月份给出来的会员票虽然经历了上攻和回落，当时我们给的解释就是那这种币种容易出现底部庄家控盘，这种控盘呢符合了我们传统金融行业的一个吸锁拉洗抬氧套杀。那在一个相对的底部位置吸收筹码，然后拉高之后锁定筹码，锁定筹码的一个过程一般通过下杀来锁定就是你如果在这个7月末的行情当中如果追高的话，那么它通过下杀把你这个筹码锁定，锁定之后呢，很多人因为被套牢会割肉，那么还有一部分底部筹码会跟随爬了上来。那我们会员群就是听从了这个理论在7月份拿到底部筹码之后一直没动，一直拿到$100以上。那么目前来看，对于 SOL 来说，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观察它目前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就是它最近的一个第一轮的周线级别上涨。然后呢，走了第二轮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第二轮八节阳线已经走完了，那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如果这轮周线级别唐僧阳线最终走完，认为是在$200附近同时呢 ，SOL 的很多同板块的这条链上的很多热门币种，像 RAY 这个也是我们7月份埋伏的一个50倍的币种，当时成本大概建在0.26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0.26左右。那么目前已经有了大概6倍左右的利润。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它同步了几乎完全同步了 SOL 的走势。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完之后，目前走周线级别新的一轮悟空阳线所以呢，虽然它是有机会做调整的，但调整并不可怕。它的调整时间级别认为是在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那么目前来看，4小时级别经历过一轮调整，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的$1.54的底部。那么日线级别调整概率不大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可以把4小时级别上形成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简单画一下，然后耐心等待它接近焦点位之后发生上涨或者反弹。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本轮上涨它几乎是依托于小线级别144、169、200日均线做盘整上涨所以呢，当前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即使下杀到169日均线附近，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位置、补仓的位置。同时呢，到达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反弹，并且重启它的上涨行情的。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更可以看到它的均线多头排列正在急速上拉的一个过程总而言之呢，对于 RAY 来说，目前远远没有到达我们的一个目标点位。虽然有些涨幅，但是远远没有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上方还有很大的空间。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